他是奥特曼中最另类的存在，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被命运摆布的工具。他顶着最邪恶反派之子的包袱负重前行，因为太像贝利亚而不被认可，但他仍然选择成为光之战士，用坚定不移的信念突破了宿命的枷锁，最终达成了自己所向往的英雄之路。他是招苍鹭，也是捷德奥特曼。他向我们诠释了即使生来不公，但命运仍由自己掌控的深刻主题。这一期让我们走进小鹿的不平凡之路。小鹿的生命起源来源于一场巨大的阴谋之中。贝利亚率领着暗黑五天王以及辅警出 K 和光之国展开了数百年的超宇宙最终战争，最终在边缘宇宙的地球上展开了最终决战。贝利亚也孤注一掷，释放超时空消灭炸弹，虽然自己的肉身被毁，但也将整个宇宙炸毁。绝望时刻，奥王及时出手，将自己与宇宙融为一体，宇宙也就此复原，地球上的人类也幸免于难，并将这场危机称为英帕克危机。虽然贝利亚的这个计划失败了，但他的另一个计划仍在秘密进行。他指派辅警出 K 从光之国偷来的奥特胶囊，成为了贝利亚复活的关键，但只有奥特战士才能启动奥特胶囊。于是辅警出 K 利用贝利亚的遗传因子，制造了一个能够成为奥特战士的人工生命体，而这个人工生命体正是日后的捷德奥特曼。辅警出 K 将这个婴儿丢弃在天文台门口，人们发现之后，婴儿也被当时的镇长招苍锤收养，并为他取名为招苍鹭。但后来招苍锤的妻子意外身故，小鹿也因此寄居在了艾奇蒙亚家中。不过这也使小鹿的童年过得平凡而温馨，两人快乐成长的同时，也非常喜欢看爆裂战记闪光侠，这也在小鹿小小的心灵之中埋下了想要成为英雄的种子。上了初中的小鹿，在一个温馨的午后，邂逅了一个来自佩盖萨星的宇宙人小孩佩加。无话不谈的两人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挚友，因此佩加也一路陪伴着小鹿成长至今。小鹿成年之后，便来到了一家便利店打工，并暂住在这里，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。虽然他体内有着贝利亚的基因，但这段平凡的人生经历塑造了小鹿善良真诚的性格底色。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但他想要成为像闪光侠那样能够保护大家的英雄。这份源自地球生活的纯粹情感，也成为了小鹿日后打破命运枷锁的最强护盾。随着时机的成熟，辅警出 K 和贝利亚的启动胶囊计划正式步入下一阶段，就是让自己眼中的工具人小鹿成为奥特战士。辅警出 K 在变身怪兽后，引导小鹿进入了天文台地下早已设置好的秘密基地，小鹿也成功成为了基地的主人。人工智能莱姆不仅告知了小鹿的真实身份，并将奥特胶囊和升华器交给了小鹿。此刻的小鹿并不关心自己是谁，因为城市中还有怪兽在肆意破坏着，他只想要在此刻能够保护好大家。随后，小鹿便开启了自己的命运之路。随着变身的完成，小鹿的原本模样捷德奥特曼诞生了。虽然这时的捷德战斗能力和技巧都比较匮乏，但最终还是战胜了怪兽，自己想要成为英雄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近了。但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。正因为自己是贝利亚的儿子，因此变身后的形态也跟贝利亚极其相似，这让了解过英帕克危机和贝利亚的人们对捷德产生了极大的恐惧。但是在这条坎坷的命运之路以及被人们误解的时期中，小鹿并不是孤身一人，他的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伙伴，有精通剑术、背负着父母被害之仇的鸟羽来叶，成为了小鹿生活中相互扶持与成长的红颜知己。有贝利亚的宿敌赛罗作为导师般让他迅速成长，有被赛罗附身的上班族令人让他体会到了家庭的重量与责任，还有加入 AIB 的青梅竹马蒙亚和泽娜，是他信赖和可靠的坚实后盾，还有人工智能莱姆已经从冰冷的程序变为了有感情的家人，再加上情如兄弟的佩加，正是这些伙伴的陪同和支持，让小鹿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再迷茫他人的质疑，而是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，去守护好大家。在这期间，小鹿也回收了大量的奥特胶囊，让它不断融合升华成新的形态、新的力量。可随着奥特胶囊的不断启动，属于小鹿命中注定的一战也将到来。辅警出 K 将小鹿的命运只是贝利亚复活计划的一枚棋子告知了小鹿，并准备拿走他身上的奥特胶囊。但小鹿非但没有因此迷茫，反而更加坚定地反抗自己的命运。他明白，决定一个人究竟是谁的，不是他的出身，而是他的选择和行动。虽然在与辅警出 K 的战斗中战败了，胶囊也只剩赛罗的胶囊，但在养父招苍锤的鼓励下，获得了奥特之父的胶囊，并成功融合升华为豪勇形态，一举将辅警出 K 变成了佩丹尼姆之盾击败，再次夺回了被抢走的所有胶囊，真正成为了一位能够独当一面、值得信赖的奥特战士。同时，小鹿也将迎来他命运之战的最终章和父亲贝利亚的终极对决。在贝利亚第一次复活后，小鹿迫切地证明自己，使自己差点被贝利亚成功拖入黑暗深渊，但他的身边有着这么多伙伴的关心和支持，成功将小鹿从深渊中唤醒。小鹿也依靠着来叶体内的奥王的能量，融合升华为捷德尊皇形态，第一次跨过了自己的命运。
将贝利亚再次打回了灵魂状态。但贝利亚最终利用辅警出 K 不断强化过的斯特鲁姆器官，以及安培拉星人和黑暗路基艾尔的胶囊，成功晋升为究极生命体极恶贝利亚，并且不断吸收着维持宇宙平衡的奥王的能量。身负宇宙以及自身命运的小鹿也踏上了最后的征程。在赛罗成功让贝利亚停止吸收奥王能量，以及奥父成功拖住贝利亚20小时后，小鹿化身杰德与父亲贝利亚展开了最后的对决。虽然在实力上杰德完全不如贝利亚，但他永不放弃的意志和坚定的守护之心，让奥特胶囊对应的奥特战士们感受到了小鹿的决心。在奥王的帮助下，杰德的5个融合升华形态同时登场，并在一起协力之下，共同释放最终一击，成为杰德之阵，将极恶贝利亚打回了邪恶贝利亚的状态。随后在次元裂缝中，小鹿与贝利亚进行了最后的灵魂博弈，也终于窥见了父亲贝利亚的过去，那位曾经的光之英雄是如何一步步堕入黑暗的。小鹿也因此感受到了父亲这么多年来的痛苦挣扎，将他紧紧地拥入怀中。罪魁祸首雷布朗多星人终于从贝利亚体内分离，最终杰德与贝利亚展开了终极对波。在小鹿的坚定决心以及贝利亚对杰德的一声呐喊之下，杰德终于将贝利亚彻底击败，并且对父亲做了最后的告别。这一声道别斩断了自己残酷宿命的枷锁，也是帮父亲贝利亚完成了彻底的解脱。战斗结束后，地球上的人们陷入到狂欢之中，奥王和奥父也给予了小鹿极高的赞许。那个最初因长相让人们恐惧的杰德，终于成为了人们心中以及光之国认可的英雄。虽然小鹿成功打破了自己的命运枷锁，重新定义了自己的价值，但他的使命仍然在继续。此刻的他，作为新生代的一员，和其余新生代奥特战士们，穿梭于各个宇宙，守护着和平。在面对强大的人工头脑吉尔巴利斯之时，虽然一度因守护地球的沉重压力陷入到迷茫之中，但在各位前辈们以及伙伴们的开导和鼓励下，小鹿重拾那份勇气与自信，成功融合升华为终极杰德，并最终将吉尔巴利斯击败。再后来，小鹿又阴差阳错地来到罗布兄弟所在的世界，帮助臭家三兄妹击退了托雷基亚，并最终和其余新生代一起成功融合，成为了新生代的最强奥令加，一举击溃了邪神格里姆德。最令人动容的是，在与泽塔对抗格丽扎的战斗中，杰德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勋章交给后辈姚辉，并直接跳入了宇宙之穴中，以自身为代价想要缝上宇宙之穴，最终也因自己的贝利亚因子成功诞生了新的宇宙之针贝利亚黄昏，帮助泽塔将格丽扎一举击败。曾经那位经常被前辈们指引的迷茫少年，现如今也已成为了帮助后辈成长的可靠导师。小鹿真正成为了自己心目中的闪光侠。回顾小鹿的一路历程，是对英雄主义最完美的诠释。虽然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我们永远可以选择成为怎样的人。就像小鹿说的那句看似简单的遇到事情不能坐以待毙，这种主动承担责任，不向命运低头的积极心态，正是我们打破宿命枷锁，书写精彩人生的完美答案。